好多人都有把八爪鱼煮得太硬咬不动的经验。这次做一道八爪鱼红烧肉，分享八爪鱼鲜嫩不缩水的做法，以及把红烧菜做的浓油赤酱的收汁方法。八爪鱼先要处理干净，两边的眼睛要剪掉。然后翻过来，挤出中间的牙齿，再用剪刀把头部剪开，不剪开也能去内脏。做好的八爪鱼会比较完整。可以看到里面有个白色的圆球，那是八爪鱼的卵，这个是可以吃的，把它拿下来。八爪鱼的卵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剩下的内脏都不能吃，这个是末囊，全部把它摘掉不要。再把八爪鱼外层的皮也撕掉，撕不掉的部分留着也没问题。加入1大勺食盐，然后用手抓捏1到2分钟，去掉它身上的粘液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。再把五花肉处理一下，我这里是1斤半五花肉，把它切成块，大小看个人的喜好。我孩子特别喜欢吃肉，所以每次做这个菜都选用五花肉。其实用肋排来做也很不错。切好后装盘备用。用个不粘锅，不用放油，把肉块加入，先把它煸炒一下。这时要开中火，煸掉肉块上的水汽，同时也可以去掉部分腥味。做这个菜肉不需要焯水，煸炒到肉块微微出油了，再开大火，加入20克黄酒，继续做去腥的步骤。在高温下，黄酒去腥的效果是最好的。等到酒的水汽再蒸发后，加入15克老抽，老抽适当的多加点，我们直接用老抽上色。这时候注意把火关小，把肉块不停翻炒，让酱油慢慢渗入到肉块中。所以之前要炒干肉块的水汽，酱色才能更好的吸收。你现在看到的颜色，成品后还会深一点。等到肉块都裹上颜色后，再加入生抽10克、白糖10克、白胡椒2克，然后翻炒几下，把调料翻炒均匀后，加入开水到食材2/3处。如果你的锅蒸发较快，就多加一点水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加入1个葱节、3片生姜、1个辣椒，不吃的也可以不加。然后把水烧开，转小火，盖上锅盖，焖煮40分钟。40分钟后打开锅盖，挑去葱节、生姜、辣椒，再让它煮一会儿。锅中还有不少汤汁，现在我们要开大火，把这些汤汁收浓稠。这个菜八爪鱼的加入时机非常重要，加得早会严重缩水，变得很硬。等到锅底还剩下浅浅一层酱汁时，再加入八爪鱼。你一会儿会看到八爪鱼受热后就会出许多水分，然后翻炒几下，让八爪鱼均匀受热。配料表在视频的最后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
再加入一点老抽，补点颜色。现在可以看到八爪鱼释放出许多水分，开大火收汁。八爪鱼的最佳烧煮时间在5分钟左右，最多不要超过8分钟。我们收汁的过程也差不多5分钟左右，可以保持八爪鱼最佳的口感。这是我做了许多次后得出的经验，供大家参考。在收汁的后半程，要不停地晃动炒锅，防止红烧肉粘锅。有网友留言说收汁收不好，其实是酱汁没有收浓稠。建议家中备个不粘锅，烧这种红烧菜，用不粘锅难度会小很多。再尝一下味道，八爪鱼自带咸味，这个菜就不用另外加盐了。现在锅中还有一些酱汁，再收浓稠点。可以看到每次翻动后，颜色都会逐渐加深。要收到酱汁包裹住食材。像这样锅底只留下一点流动的酱汁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红烧肉经过近50分钟的烧煮，已经非常软烂。八爪鱼包裹着酱汁，依然柔软鲜嫩。红烧肉的香味和八爪鱼的咸鲜味相互融合，浓油赤酱，非常好吃。八爪鱼的下锅时间节点很重要，如果八爪鱼加早了，酱汁很难收干，而收汁时间久了，八爪鱼又会严重缩水变硬，达不到最后浓油赤酱的效果。这道菜只要按照我提醒的每个节点去做，基本不会翻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夕阳，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